大家来到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在未来银行里面有金库的很多现金，希望用智慧来提款。没错，今天又是再度的高学历智者角逐赛。不是高学历不来啊！那总不能我看我发一集低学历来了。谁想来啊？首先介绍李坤城，我也好。台大国发所博士班，高学历，高学历，就是念到博士班，但是我年限已经到了，所以已经没有办法再拿到博士了。但是新北市的立法委员，在三重区。那您关心的议题是这个防诈骗，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有关系 ，ATM。对，就是我们比较关心就是这种银行的这个临柜的这个防诈骗，有很多这个婆婆妈妈不是到了这个银行之后，然后有这个诈骗的啊，就要去领钱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就会要求这个银行的这银行员要关怀，要关怀临柜，然后不要让诈骗发生啊。那所以这个还蛮有用的。对的，我想 AI 的诈骗马上又要出来了，这个又是另外关卡。接下来介绍是詹贤一，你好，主播好，行长好，大家好。不过学历高学历是政大新闻研究所。高学历高学历。听说当年考研究所的时候，很难啊，录取率很低啊。我就是为了要参加，我还查了一下，我当时考试的时候是民国97年，对，好多年前。然后那个时候呢，政大新闻研究所对于念传播的人是一个很想上的第一殿堂，就是那种最高殿堂的感觉，对。所以呢，我就是很努力的，就是念书。然后当年我还是补习班的冲榜王，就是我考了5间，然后5间都有上这样。可是上政大新闻我最开心，因为它是我最想要念的研究所，所以很不容易那时候。来，接下来张静之，你好。静之好，大家好。是，您来自我介绍，台大外文系对不对？是的，我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然后目前就是在做不相关的事情，就是当一个演员。哪也不相关，也有相关啊。有不同的语言演戏啊。对啊，在台湾演戏，对，唯一用不到就是外文啊。希望有机会可以用到英文或日文这样子。要不相信，你看现在他拍戏，我常常跟小朋友讲，你在台湾拍戏当艺人，你一定要学客家话、台语，就这样。我在开始演台语剧之前，一句台语都不会讲，只会离后再给人这种。对，而且还那个操灵呆那种的，就是讲起来的那个会靠很糟。对，我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我连阿爸跟阿伯我都分不清楚，因为我就是剧场出身嘛，第一次演电视又很紧张。对。然后接到电话是就是大伯打来的，你要说喂阿伯，你采话我下面代志，我就说喂阿爸，你采话我下面代志，然后这时候演我爸爸演员在旁边说那个阿爸在家啦。超尴尬，对呀，常常分不清楚。台语其实音很多，很难的转音。所以要进入这个台湾加入演艺圈的人，一定这2个一定要学好。是的，否则你的戏会变窄。像他们客语台跟台语台也很辛苦啊，专找一些不是的，没办法。还是要推广啊。他要花成本去教啊，你讲客家话。他旁边还有客家老师，要有客语指导。那我就想不通，我明明会讲客家台的，他也不找，就奇怪了。听到了，愿意学也是件很好的事情。我就是对语言很有兴趣，可能也是稍微语言方面比较就是天分嘛，台大外文的，你这样还不错啊，还有人花钱让你去学嘞，对不对？是。接下来介绍杨直斗，你好，大家好。这个直斗这2个字常常在那个庙里面看到，有没有？就是拜道啊，拜道嘛，祈福的意思。但是这个应该是超值才高八斗。对，超值才高八斗。有没有拜道？那一盆一盆的，还有米啊，什么一个令牌啊，对吧？所以这个名称很吉祥了哈。现在是台北市议员哈。是。那你议题是？因为我是云林小孩啦，然后刚刚也讲到高学历的问题，我觉得我也要自我介绍一下。是的。就是台大政治系其实不是什么，就现在好像很多人都考上了。那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考上的。哎呦，所以我爸那个时候这个放鞭炮啊、摆桌啊，只差没有杀猪而已。可是你家里之前有人做政治这个吗？都没有。我爸妈都是在家务农，现在都还在。这个比较难，对，有传承父母亲的那种，常常跟着父母亲走，那在地方势力也有。他是白手起家的。对。那现在比较关注的议题就是以前在农地里面跑来跑去嘛，其实就很关心环保跟碳权。那这个行长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假如说利用交通工具的话，是买一个电动机车比较有环保意识，还是坐大众运输工具比较有环保意识？那当然是坐大众运输。对。对，
其实以环保的概念来讲，大家还是觉得说用大众运输工具会比较好。可是现在台北市政府加我们中央的补助，其实是大力在推广电动机车的。对，你一台旧的10年的机车去换掉，政府大概补助你2万多块。可是你如果把10年的机车拿去换我们的补助月票，你才可以补助多少？只有2个月。1200，2个月就2400块嘛，所以现在的政府会让人家觉得说，那2万多的补助我不拿白不拿，所以全部拿去买电动机车，不去拿月票补助。月票补助的申请是零。那我会觉得说，应该在这里把它改进，说那是不是给他2年的这个月票，让他习惯这个乘坐的习惯，以后我们就改大众运输工具。最近在推这个，从思维习惯开始。来，接下来介绍是倪妮，你好，大家好，恭喜你，谢谢，最近怀双胞胎6个月。她不是第1次双胞胎，她已经怀2次双胞胎了。对，是第2次。所以你已经几个小孩啦？我现在是第4跟第5。一个是一个嘛，生2个就是双胞胎，就3个了。现在又双胞胎4、5嘛。对，而且他很强，他好像一颗肚子是外装上去，他整个人还是很瘦，看着很年轻哎。而且当初你刚出道，我不觉得你会结婚那么快，跟生小孩那么快。也不快啊，我算是高龄产妇哎，35岁才结婚。还好啊，所以都要做试管婴儿了。可是你家环境让你可以多玩几年，你为什么就想要当家庭主妇？因为我很喜欢小孩，我觉得我是独生女，就是从小就很想要兄弟姐妹，很想要大家庭，好温馨。独生女耶，对，而且又在资生堂，你看看，是哇，但她本身也是高学历。可是我刚刚觉得我是全部里面成绩最差的，我可以讲别的，就是我是北一女资优班的，有，高中的，厉害。因为我后来太想要念艺术类的，所以我才填戏剧系。可是我觉得你们都真的成绩比我好很多。不是，可是你比大家好，增产报国这方面比不了你。没错，厉害。5个呢，而且还不是 ending 哦，他可能要7个8个。我继续。有没有想继续生？我还有2个在冷冻库里面呢，再考虑看看。欢迎一位高学历又高出生率的哈。是的。来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超人气新闻主播黄盛凯主播，你好。主播好。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鹏老师，你好。老师好。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我们请乡里讲这回合的规则。好的，我们银行金库准备了5万元，那每答对1个答案呢是2000元，5万元抢完为止。可是行长要说抢答之后才轮流作答哦。好，这题是由陈启鹏老师来举圈或叉，3段请出题。现代人呢要经过大考才有大学念，古代呢则是要经过科举考试才有官职。请问古代科举中的文举跟武举考了什么项目？金奖答。我知道了，好开心哦！我知道那个骑马，答对了，耶！这是武举。武举，对，武举。武状元，来加2000，耶！该我了吗？委员文举要考《论语》。论语对或错？答对了，来，请加2000。来，骑马我就想射箭。对，要考武状元的。对，射箭对或错？答对了，来，请举2000。张静之，文举要考《诗经》。诗经对或错？答对了，好，请加2000。有《论语》，应该有《孟子》。好，孟子。考《论语》之外还考《孟子》对或错？答对了，来，请加2000。李密，应该有《礼记》吧？答对了，有的，请加2000。很快就回到委员。委员，《论语》、孟子、大学。大学对或错？答对了，请加2000。《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你们就给我接龙好了啊！你慢慢接龙好啊！对或错？答对了，来，请加2000。张静之接不了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易经。答对了，请加2000。知道，四书五经应该还有这个尚书。答对了，来，请加2000。李密我武举应该有《孙子兵法》吧？《孙子兵法》对或错？答对了，大家好厉害，高孙子兵法应该是武状元的部分嘛？你们因为军事的嘛对。
一文一武，大家都讲文，很少讲武的啊。想一下，很快就轮到了，继续接龙，继续接。请加2000。那个四书五经嘛，哈，五经讲了3个了，还有一个春秋。春秋，对或错？答对了，请加2000。对，他速度快到我们陈教授都没办法说什么，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对啊，你就接龙吧，好来。武举我们刚刚不是有说骑马射箭嘛，然后把2个就是弄在一起，骑射就是古装剧不是看到吗？架，然后又射箭。骑射，对，骑射，我不知道有没有。答对了，另外好科目，好，加2000，厉害。等一下，请解说一下。这边补充一下，刚才讲的射箭，我们可以视为是步射，也就是站着立正去射。那如果是骑射的话，就是骑在马上去射箭。那2个所需要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对，以前电影还夸张射那个什么铜铃很远的地方那个嘛，要射进那个洞里面啊。但是骑在马上。比赛，对，夸张到死啊！来，接下来。那我也讲一个武举的好了。那我不确定那个字怎么念，它是头，就是它是丢石头，这夺石还是直石的那种，就是有点像丢石头，看你有点类似像看你举石啊丢，对，就是一个丢石头的一个项目。我记得我有看过有一个这个项目。对或错？答对了，好的。详细可以补充一下。那丢石头的话，其实练2种。第一个练你的背力，因为你的手臂要有够力，你才能够丢得出去。第2个练准头，不够准的话，你打到腹肌呢，打到别人，打到自己人，那也不行。对。我想知道这个石头大概有多重啊？因为没概念。如果是要搬的嘞，没有那么大。那刚才他讲的那个直石的话，应该是属于比较大颗的，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的铅球。对，OK。知道，武举人也要举重吧？举重，对或错？答对了，也有。加2000，里面。快要想不出来了，应该有刀剑之类的吧？刀剑比武术，就是近距离的武术比赛，对或错？答对了，请加2000。武术都不会，你怎么当武状元？好健达。对啊，你如果没力气，关刀怎么拿得起来？兵器你都拿不起来的，对不对？来，李坤，有考那么多吗？有。5万块要抢完了，你抢完了。然后。来，请打叉。已经很厉害了，真的。对，你看你，原因。左传是吗？左传，对或错？春秋答对了，请加2000。对，你不会讲右传吧？已经讲完了，字数已经讲完了，对不对？那只能讲武举。武举，我觉得可能有摔跤之类的吧。摔跤，对或错？之类的。答对了，就比力量的摔跤。满清的时候有在比摔跤。对，请加2000。知道。明代之后有流行程朱理学啦，应该有在这个科举的内容里面。答错了是啊，没有。那其实所谓的理学就是那个程朱之学。那因为朱熹把4本书，就是刚才讲的4书，把它合在一起了，所以一般来讲考程朱之学就是考4书的内容。好，谢谢。来，李密。好，猜猜看会不会有跑步类的呢？田径速度或者是耐力之类的。耐力跑，来，对或错？答错了。没有跑步。因为他骑马干嘛跑步？我用马骑，我干嘛跑步啊？兄弟们，我还参加3铁。3铁比赛有没有？有，来，请解说。那其实古代对于速度并没有那么要求，他反而比较要求在战阵上，你需要具备一定的武力，那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力气。那武艺跟力气合称叫做技勇，是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对了。所以没有特别去考你的速度有多快。该你了，换我了是不是？对，还有14000哦。老师刚刚说要就是武的这种权衡跟力气嘛，我想说有没有类似这种现代的近身搏斗？答错了，其实就刚刚前面那个摔跤嘛，对，重复了。而且重点是我们常那个什么武艺的话，通常就是有一些考核的阶段，它不太让你去2人生死相搏。对。
剩下你了，剩你一个了。是我一个吗？对。好，我觉得可能后期有了武器之后的武举，应该也会考一些，比如说刀类的技能。刚刚不是讲刀有讲刀剑是不是？那枪有讲过吗？没有。枪那时候有枪吗？就再后期一点的。那时候枪吗？枪或火药的那一种的，枪或火药的使用有对使用火枪的是吧？对或错？答错了，答错了，没考这个。在武举的项目之中，没有特别有枪的部分。是，哎，那如果讲战术呢？战术可以，战术考你身为武状元，你不能不懂带兵啊。对，如果你策略错误，你会死掉很多冤枉，死掉很多兵。不能只有勇敢，还有策略。对，所以我觉得战术应该有啊，考战术的应该有啊。对，其实呢，不管是武举或者是文举，都是要去考出最优秀的人才。对。可是，即便你成为最优秀的人才，你还要长相够漂亮，否则有可能落榜。据说唐德宗时，钟馗其实是名列状元，对，但因为他长得太丑了，那唐德宗就让他落榜了。那他一气之下就撞台阶，然后大闹地府，说那个对我不公平，玉皇大帝才会封他为鬼王，驱魔真君这样。是，从钟馗驾命，对不对？哎，是。可是以前蒋公也是这样啊。蒋公在的时候呢，你要升少将，对，你没有180、170以上，他还要看这个仪态，他先打掉了。对，那这边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啊，如果你要成为将军，你的相貌要够堂堂。如果你獐头鼠目啊，那个小头锐面的话，那大家会觉得你不登大雅之堂，没办法服底下士兵的一个心，那可能就不会让你当将军。好，接下来这个用黄胜凯来举签。破叉，请出题。学生时期呢，总是会在考试前熬夜读书或是完成报告。根据中医师诊所的院长指出，熬夜会对身体出现哪10大身体伤害？请讲答。哎，哇，委员，最早，你说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对或错？答对，对，有的，请加2000。演绎。长痘痘也是内分泌失调的。长痘痘对或错？皮肤问题，他要把它列出来。OK， 来，请加2000。静志。免疫系统出问题。对，来，请加2000。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对或错？来，请加2000。直斗，你以前有更胖的时候吗？现在是最胖。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才70公斤，现在100。哇，你有100？他肥吗？你看不出来有100。所以他现在会都在里面。所以我会问他，因为他会讲心血管疾病，他一定很关心他自己。对，胖就会注意到这个。我真的熬夜太久会心脏有点不舒服。啊，对，这个稍微要控制一下。熬夜问我，对，不要过劳了。来，那你知道熬夜会造成肥胖吗？是。你不用对着他，对着我们。放在哪里？对我错，这个一定对。请加2000。委员，头痛算吗？你的答案是头痛是吧？对啊。头痛对或错？有。来，请加2000。有一个你们女生都不讲，奇怪，来随意。女生？对啊，你都不讲哦。我自己很少熬夜，可是如果我熬夜的话，除了会心脏不舒服之外，我自己会胃也不舒服，肠胃对，会有种胃食道逆流的感觉，会造成胃不舒服，对或错？有的。来，请加2000。女生呢？我跟你说，女生完了。跑完了啊！哎，就是乱经啊。那算不算内分泌失调？那算内分泌吧。到现在不是。还是另一种？他是把它归类在内分泌失调。其实因为熬夜就是会有很多的坏处嘛，其实大家都知道。对。但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不熬夜，所以我昨天就反向去搜寻一下，那熬夜到底有没有好处，可以让我稍微安心一点。我真的找到有人列出了熬夜的4大好处。第一个就是你会变得比较成熟，因为你的皮肤状况变差，你肌肤会老化，没有时间修复，所以看起来很成熟。我以为是心灵成熟，我以为是皮肤成熟了。就是肥胖嘛，所以你看起来比较稳重，然后再来你的记忆力变差之后，你可能谁对你不好啊，你工作有什么困难你也都忘了，所以会比较豁达。然后最后你的眼睛变差，所以你变胖变老你也看不出来，比较有自信。对
不错啊，专家厉害哦，是不遑多让了。对，来，我们奖金宣布一下。好，目前呢，委员1万，玄一12000，静之1万，直斗8000，李密1万。大家继续努力了，接下来进行下面一回合，赢者全拿。启香，你来讲这回合的规则。好，赢者全拿呢，这一回合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如果答对的话，累积奖金1个人代表1000块；答错的话呢，此轮你就淘汰喽。那每一轮留下最后那一位，可以把当时账户累积的奖金全部灌给自己。总共有3轮啊，第1轮请出题。传递圣火向来是奥运会的重要仪式，请问圣火最开始是象征什么意义 ？A. 和平 B. 团结，请作答。哎呦，直斗，你写团结，我选 B 是。为什么不选和平，要选团结？因为现在当然是各国这样子绕嘛，那当然有传递和平的象征。可是，一开始在比赛的时候，它是一个城邦，那可能是代表团结的意义吧。啊，委员，因为奥运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在奥运的时候都能够这个放下这一个成见，要和平。那所以说这个传递圣火应该就是有传递和平的那种想法、那种概念了。我记得圣火就又叫做和平之火，对它，我就是直觉反应，它应该就是象征和平。就像刚才他说的是放下一切，在运动赛事上，我们虽然有竞争，但是也是要有运动加精神，然后和平的去。最后那个放鸽子有没有？对，和平的意思。然后飞完就变用火再烤一下，才可以直接开饭，是不是？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和平。其实呢，我们只要这样想哦，奥运的圣火仪式呢，它起源于宗教的活动，所以呢，运动的竞赛跟点燃圣火都是一种祭祀神明的活动，向神明表达敬意啦。那圣火呢，也传达了昭告和平，能够传到各个城邦，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盛事。所以呢，圣火的确是被称为和平之火。来，谢谢直斗，请到旁边啊。大家好耐心，跟他们切来。请加4000，再见。下面一题，请出题。各国劳动市场越来越缺人，请问根据华盛顿大学调查，多数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 ？A. 劳工想要减少工时 ；B. 愿意工作的劳工减少。到底出是什么原因呢？请作答。委员请讲。因为现在就是劳动市场现在大家就是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做这一个外送，因为它的工时就是比较弹性，可以自己控制，对，自由控制。所以现在这个工时的弹性化或者是说细碎化，就是自由可以去选择，所以这种 freelancer 越来越多啦，所以应该是一个减少工时的原因。我是用一些财经的猫腻来观察，因为他说华盛顿大学调查，那加上最近我们从整个美国就业市场来看，在疫情之后呢，美国人的超额储蓄还是增加的，因为过去呢，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常非常多钱，所以他们就算不工作，在家也还是有这些超额储蓄的钱可以使用。就是疫情期间政府给的补助金，那些钱到现在都还在，所以他们就会很多人宁愿选择他们干脆不要工作。正确答案是 A， 劳工想要减少工时哦。其实分析了人口调查的数据，发现哦，疫情之后呢，大家其实是愿意工作的，只是疫情这件事情让大家审视一下，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于是呢，大家都会希望更自由、更弹性的来安排。所以报告指出啊，疫情以来劳动力的供应下降的55%，是由于员工工作时间想要弹性的减少。那而且呢，这些想要减少工时的人，基本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来两位请入座。我们去陪直斗哥。来，请加2000。好，现在我们两个 PK 了。孕妇比较强运啊。什么运气？我是实力，好吗？哦。下面一题，请出题。搭乘飞机时，有些人怎么样都睡不着。如果想要在经济舱内选比较安静的座位，最好靠哪里 ？A. 前方座位。B. 后方座位，请作答。都一样。前方的座位会比较安静吗？李密？
因为我觉得飞机就是照那个顺序进去的话，应该会先安排大家去后方。我猜啦。正确答案是 B 后方座位。其实呢，根据航空公司的安排，通常坐在前方座位的都比较多是带小孩的乘客。那小孩子呢比较难预料嘛，有的时候晚上会吵啊，所以大家比较不好睡。所以你想要避开这样子的状况的话，你可以选后方的座位。那如果是靠窗跟靠走道，选靠窗哦，也可以睡得比较舒服，因为你头可以靠在旁边。对，来3位请回来。那6000块没人拿怎么办呢？就累进到第2轮啦，总共进行3轮嘛。赢者全拿。第2轮，请出题。古代公鸡会被当成闹钟，请问为什么每到早上公鸡都会鸣叫呢 ？A. 生理时钟 B. 看到太阳。请作答。有一个说看到太阳，如果是阴天，它就不叫。下雨嘞。有时候要与众不同了反向思考。对，看到太阳也许很生气，我就叫他一下。对，阴天他也叫吧？对啊，还是阴天没叫，我们不知道。下次观察一下。正确答案是 A 生理的时钟。其实很有趣，有做过一个研究，如果你把公鸡呢放在24小时昏暗的环境中14天，它们还是会在他们认为天亮的时候叫。那接着呢，又有一个变数，就科学家试着用声音跟光来制造一些好像是天亮的一些外界，对，刺激它。可是它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们会知道说，它内建的生理时钟呢，比起外界的光跟反应，它是更有刺激它的效果。因为太阳的问题，没错，所以它没有太阳，它也叫。对，所以影响它啼叫的是它内部生理时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问我什么事？我现在把这只鸡带到美国，它是什么时候叫？有道理，先给它2天调时差。我心想，每天半夜就叫，你是差死啊！没想到2个礼拜啊，终于调回来了。对。调回来之后呢，又回台湾。来，请休息一下。请加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师爷在衙门中担任重要的职位，除了子承父业外，请问师爷通常由哪种人担任 ？A. 落榜书生 B. 退休官员。请作答。师爷啊？猜的。很难猜，对不对？对啊，看起来比较像落榜书生嘛，而且还有胡子，有没有？对，很绵的。智慧在这里。感觉都很老啊，所以都是退休官员。那个，我觉得落榜书生哪会那么好？都落榜还给他工作过，他就会回家就准备下一次的科举了。所以你说退休官员？对，因为官员至少他是曾经上榜过的书生，对啊，他曾经是有官职，懂得应该比较多吧。但是我觉得他退休了，他就应该就是颐养天年。古代的人好像不会上班继续，对，感觉好像是很多肥缺嘛。古代也许就有这种，就像现在很多法官退下来，检察官退下变成律师嘛。对，意思是一样啊，师爷这不是肥缺，这术业有专攻，感觉比较轻松啊。师爷也坐在那边就好了。我们直斗混在3个女人对面坐，已经快被吵死了。我觉得以前应该没有退休了，对啊，做到死啊，对啊。我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落榜书生。其实古代的科举考试非常严苛，虽然师爷不是正式的官职，但他有稳定的薪水。如果你表现好的话，还可以转正职。那落榜书生呢，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他搞不好可以靠这个转正职，所以当时呢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工作。来，2位请休息，谢谢。来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根据美国研究显示，从事哪个职业的父母，未来孩子有最大几率从事相同职业 ？A. 神职人员 B. 立委。请作答。我们知道医生是蛮多的哈，对，或者是老师啊。现在的小朋友可能要当神职人员，不是这么的愿意啦。说实在的。定之也是啊，因为他是美国的研究嘛，感觉美国的神职人员
我所知道的，好像都是通常子女不会再继续从事这个方面的，而且父母会做到很老以后。我感觉好像政治是家教的课。刚刚有要发表意见的人。3个都选 A， 我觉得是立委啊。我的孩子不一定会当立委啊。可是我们看蛮多的民意代表选里长或议员的，都是因为父母亲。现在有年轻的里长，也是因为他父母亲啊。对，有些2代啦，真2代。对。正确答案是 B 立委。其实呢，这个分析是有根据的，1994年到2016年的美国社会普查资料。那虽然妈妈呢外出工作比爸爸少，但是他对子女的职业选择还是有影响力。那就这样想想看好了，儿子呢又比女儿更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那我们来看看代代相传的职业是哪些呢？建筑工人、立委或是议员、糕饼师傅、律师、医师，而最不容易传承给子女的职业呢，是一般的上班族、神职人员跟服务业的人员。对，都传承的比较多。糕饼不然怎么传承100年？对啊，这里就是第3代啊，对不对？它传承3代，不过现在只是第1代而已。很多人写那广告词都是这样写，传承3代，但现在是第1代。我告诉你，我会小孩跟孙女会做这100年老店，现在是第1年。真的啊，现在很多那种年轻人的广告词，你看了会笑死。卖豆花的传承3代，只不过这是第1代。来，请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根据人力银行网站公布统计，哪种行业的新鲜人起薪最高 ？A. 医疗专业 ，B. 金融保险业。请作答。医疗专业反而没有因为我觉得医疗人员不是他们都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可怜，他们的薪水其实就是吃力不讨好，就是做的事又很多，然后薪资又很少。可是金融保险业他们其实是起薪是高的，但你要继续去再高一层是难的，就是你要看你的业绩啊，要看你做的好不好，但是它起薪应该是高的。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A 医疗专业。其实这2个差不多，我们看看劳动部的数字好了。2023年呢，毕业后初入职场这些新鲜人他平均的月薪是3.5万，比前一年度其实是有增加2.9%的。那他们的行业呢，来看看平均薪是最高的是医疗保健跟社服业。是3.8万为起薪最高，而次高者呢，就是刚刚说的金融保险业是3.6万者。那这个是大学毕业，如果是研究所毕业的话，是制造业的薪资5.7万最高，再来是出版影音跟资通讯的这个产业5.6万。好，这奖金也都没人拿走，来，请回来。接下来进入第3轮了，赢者真的符合赢者全拿，最后一轮了，请出题。做事情想要获得成功，根据心理学家分析，在做事情的时候，注重什么环节更容易成功 ？A. 注重过程 ，B. 注重结果。请作答。有人选过程，有人选结果。来，我们请委员讲。对啊，我们都认为说过程比较重要啊，就是过程，这结果不论是输还是赢啊，但是过程努力最重要啊。也是常常这样跟我们的下一代讲啊，过程比较重要。我觉得是看行业，到大的时候你不能这样跟他讲嘛。对，要不然他就觉得我过程玩得很快乐。考试不重要啊，过程很重要。考林峰英的过程享受。我们选举就是。结果比过程重要了。可是你现在选的是过啊，但是我们希望是过程会比这个结果重要啦。感觉这很像安慰人的话，对，注重过程就好了啦。可以这样讲。那个学艺呢？我想到是假定弄破袜，就是说，如果你一心只在乎的那个结果，然后你太着急，或者说有一些小细节你根本没有发现。我们讲句话说，魔鬼藏在细节里。对，你好像觉得你走到就是一触可及成功，事实上过去的过程当中，你不够细心、不够仔细，永远都会有个你的绊脚石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过程每一步很谨慎小心，获得成功几率应该是比较高的。因为我觉得注重结果的人，感觉就是成功率比较高嘛，因为他会在意说结果怎么样才会是最好。可是成功率越高的人，代表他人生会越好。可是我因为这个是
单一事件吧。OK， 好，各有各的说法啦。我觉得这就是大家要一起来思考的问题。对，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注重过程，其实这么想好了，我们不是只有想说学生要考高分，而是如果这个学生他很重视过程的话，他就想我要如何经由一些过程达到这个结果，所以他会在过程中开始想方法，所以基本上呢，以过程导向的思维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对，如果什么事都那么容易，他就没有一个不用大脑。对他没有去 planning。要挑战去困难的事情，你失败没关系，但你有没有学到经验？最怕就是失败。接下来又犯同样的错误，这才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来，2位请休息一下，谢谢。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旋转盘是中式餐厅的一大特色，其中的用餐礼仪也有讲究。请问，旋转盘要怎么转才合乎礼仪 ？A. 顺时钟转 ，B. 逆时钟转。请作答。顺时钟转，为什么我没有呀？我从来都乱转，你看哪个英文字？你先吃，你是转回，哎，你第二个顺位。因为我要吃的这道菜在这里，对，我怎么可能顺时钟让它转一大圈啊？但是就像我们讲的，坐位置哪有那么重要？可是真的有这个礼仪啊，餐中礼仪有吗？来，玄艺。我想的是，如果我坐在这嘛，那坤城哥在我的这边，然后或者这边，如果我是逆时钟转的话。就比较不会有把菜从他面前剥夺来的感觉，而是转向他的方向。even 我的菜在对面，我就这样转，那这边的每个宾客都会觉得菜从他面前而来，而不会从他面前而走。逆时钟的方向。对，逆时钟的话就往他那边送。对，我们逻辑完全是相反的耶。我会想顺时钟是会觉得说，好像就是有一个顺序轮流，因为我们通常是右撇子嘛。对，你夹菜的时候，你夹完，然后就顺顺的把它推到另一个人那边，就是换你，我是这样子想的。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顺时钟转，那应该是呢旋转方向。假设我是主客，那主客就会往左转，所以意思这个餐盘就会顺时钟在动。那还有其他小小的细节，就是你不可以把你自己的餐具放在这个旋转桌上哦。那使用汤匙的时候呢，你筷子就要放下，你不可能一手这样夹着。汤匙，然后又夹着筷子是不行的。那如果喝茶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服务生帮你 serve 的话呢，做东的主人要起身帮所有的客人按照顺时针的顺序倒茶。就是什么意思啊？我又来了。你说这样子，不是有北京那种长龙，2楼秀一下这样。来加2000。剩下2位了，剩下2位，到底奖金会到谁家不知道了。如果共同答对了3题，奖金均分了。对，第一题，请出题。我们常用鸵鸟心态比喻逃避现实的人，请问鸵鸟把头埋到土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A. 求偶 B. 帮助消化。请作答。帮助消化，而不是求偶。求偶头要露脸吧？求偶要露脸吧？还是害羞？也不能光演害羞，也不能光只露求偶的地方。不是你露我也看不到，还是要看脸的吧？你不管露哪里，你头都在里面，我怎么知道你？先从脸看喜欢再说。对，帮助消化有可能，他吃那个泥土啊、沙啊，像鸡一样啊。鸡要吃那个小石头，去帮助它的一些沙能带嘛，对不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帮助消化。大家都误解了，以为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把头埋进沙子是为了鸵鸟心态，这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因为它没有牙齿哦，所以要为了帮忙消化的时候，他们会低头去吃沙子跟小石头来帮助消化。那远远看就以为他们把头埋在土里，那跟鸡一样啊。对。下面一题，请出题。凤凰在中华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请问，传说中凤凰会出现，代表什么象征 ？A. 战云密布 B. 天下和平。请作答。天下和平，
不是战云密布吗？凤凰应该是吉祥对啊的、吉祥的一种象征吧。凤凰出现的时候就天下太平。哦，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天下和平。那很多呢汉字文化圈各区域有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比方说有汉字的地方啊，日本。他们其实呢都会知道有凤凰这个概念，因为凤呢是文人心中的瑞鸟，是一个好的鸟，所以古人觉得如果太平盛世的时候，就会有凤凰飞来。下面一题请出题。人们常以独占鳌头祝福考生，请问鳌在古人眼中是什么形象 ？A. 力大无穷 ，B. 聪明机智，请作答。好，分输赢了啊，不一样了。有人分输赢了。那你会写聪明机智的原因？因为是祝福考生嘛，应该是聪明机智啊。独占鳌头一定是最聪明的。对啊，对。那个应该是现代人。是用这个祝福考生，可能古人不是这样。那我不知道。但是鳌也不是鳌拜专有用的啊。对啊。只是它取名叫鳌拜，它的力大无穷，会让你觉得。来，正确答案是 A 力大无穷。鳌呢是传说中一种庞大的海生动物，它力大无穷，可以背得起一座大山。所以呢，历代皇宫啊，正殿前面的台阶上绝对就会雕刻着巨大的鳌，来象征这个国家非常的强盛。那在唐宋的时候呢，科举考试放榜之后呢，你们这些考上的，皇上会召见你们。那其他的人呢，必须站在台阶底下，只有状元一个人可以站在台阶上面鳌的石像前面，所以呢，他才是独占鳌头。但鳌最一开始还是在形容力大无穷。对，但到底有没有鳌这种生物呢？就跟龙一样。感觉还蛮帅的，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啊，对，独占鳖头，听起来很帅。还有这个就比较逊了。独占什么头？没有，我跟你讲，因为鳌跟鳖很像啊。加1000，24000，哎，通通请回来好吗？来，24000块，请灌入张静之的账户。我们请乡里来宣布一下他们奖金。好的，委员1万，主播12000，金枝34000，直斗8000，李密1万。恭喜静枝成为今天的冠军，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张静之，来有34000块可以，谢谢行长，谢谢。来，请插入啊，我们金库请打开。要领走34000之前，请看2道密码的提示，要选择哈。好，2道密码分别是总笔画53画的又要又不要，或是总笔画4次画的凌晨4点开拍。刚刚啊，又要欲拒还迎，欲擒故纵啊，类似像这样，有是心非，对，朝令夕改，好多，对，很多，要想起来4个字很多，53画符合那个，你想想看，53有没有难？又要又不要，凌晨4点开拍，凌晨4点开拍，我还蛮常遇到的，晨昏颠倒，对，凌晨4点开拍，日以继夜，日夜颠倒，披星戴月也，披星戴月，你想44画的呢，还是选53画的？要被刚刚算了，我选我最熟悉的好了。凌晨4点开拍，常常遇到这件事情。请锁定凌晨4点开拍，这是你选的了。被刚刚又要又不要的这4个字是哪4个字？你没选的，请看。欲擒故纵啊，真的是我们猜到，蛮好写的呢。没有啦，情多难写，情有点难。那请拿起笔来，我们马上要出题了。凌晨4点开拍，一旦题目一出，你只有1分钟的时间，先清除写字，再写密码。好，来，请出题。睡眼惺忪，可以的吧？送钱了，计时1分钟，开始清除。难是难算笔画吧？哎，字还蛮漂亮的呢。有练过。不对。
么奇怪？好，现在决定。停，用几秒？30、32。有时候如果你发现错的时候要改字的话，你还有28秒，因为1分钟你用了32嘛。先等一下，我们先看密码。14111211。对或错？错了，所以你还有28秒，计时开始。啊，我中文好烂。不对，没时间了吗？还有一些，还有一些。10、9。可以写英文吗？计划。好，已经也差不多用完了啦。哎呦，绝对是错的呀！好可惜，刚好可惜，他在正确的思路上。我在正确的思路上吗？对，没有，他那个字是写错了。刚刚在正确的思路上，只是部首。部首一个，来来。14112511。对或错？错2个字啊，正确解答，看到没有？有这边就醒了哎。这2个字，你一直错在这2个字。如果你一直改都是有字边，你那个改到死它也不会好。不会对。来，谢谢，跟他说拜拜，谢谢。来，我们往前。非常可惜，今天没有完成啊。不过这样写中文是这样，那个字如果写刚开始会。写第1次没下去，第2、第3次就越来越模糊了。对，越来越怀疑自己。对啊，真的变轻松了。是睡眼惺忪，就是你很累，可能没睡饱也是睡眼惺忪。对，惺忪就是你眼睛还没张开的那个样子。或者你想睡的时候也是。有把赛站在这边的感觉。就很累，对。谢谢各位今天参与，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